这是我刀的手，老拿着笔，可惜了。我就是阿爷的眼睛，也是你们西行的眼睛。你拿着这把剑，去军事铁流坊，找一个叫齐欢的铁匠来，他会陪你西行。此番西去，我也去见一个人。果然没错，你就是柳盆子，邱大侠元首。非攻即攻，有人在茫然之中。若是想要维持时代的秩序，来试试看两手空空，打破中的神秘的枯萎。天山被雾气包围，红尘里望穿秋水，望不穿的不予理会。一场风沙般的骤雨，冲刷战士的愁绪。哪怕明知没有结局，也要全力写下后续。别退避，别一声叹息，别坐以待毙。任由你72变，我依然36计。万般无奈不问悲，千里一带而过，有心攻破无以磊落。一往无前有谁会？是是非非终不归。千里呼啸而过，扬着夜我追逐日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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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倒是让我有些兴趣了，不过我柳盆子解不开的锁，怕是还没现世呢。你做了什么？这锁怎么跑到我手上来了？这就是齐欢推荐的人，怎么傻乎乎的呀？齐欢？是齐欢出卖我？哎，这锁也是齐欢的手笔吧？齐大师说，你或能解了这锁，但也需1天的时间。你们要捉我，也无需这么费事。说吧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合作，干票大的。合作？就这么合作呀？想要和柳大侠合作，总得显点本事，要柳大侠看得起才行啊。在下班超，舍妹小昭，贵霜美人仙奴。我是羽林郎耿恭。你们是关家的人？也算也不算。加上齐欢，我们将效仿博望侯张骞，闯一下西域。西域？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做甚？开疆拓土，必不是功勋。哼，岂不是比你做贼要好？哼，我喜欢做贼。你是名满天下从不走空的大盗，想必也知道，美玉、宝石、名马，皆出自西域。我们这次直接偷到他们的窝里，岂不畅快？你们直门的人不是最讲究畅快吗？哼，齐欢倒是什么都跟你说啊，但你何时听过直门会与官家合作？哦，可惜了。什么可惜？不去也行，信不信我将你手筋脚筋都挑了，免得你再去偷东西。哎，
柳大侠怎么也是个人物，不用折辱他，咱们报官就好。你就好自为之吧。哼，等我们从西域归来，到时去狱里看你。喂，若不是那胡姬用眼神勾我，怎么会着了这道？柳盆子啊，柳盆子，你又死在女人手里了。好女人，唉，死了也是有点不值啊。这位大姑，且来喝一杯。我听说一壶葡萄酒在前朝可以买一个凉州刺史，想不到今天竟然喝到了。这在西域不算什么。如何？哎呀，唯美人美酒不可辜负也。我这样的美人，西域遍地都是。看来仙奴那边谈成了，我们是不是该赶回洛都了？哎，你可答应过，想办法把我也弄进西征军的。不急，都来到这儿了，总得回家看看吧，顺便再找几个帮手。帮手？什么人啊？教我剑术的人呢？小子，不错呀，剑胚醒了。夫子，这个是能闻出来的吗？师傅，别叫我师傅了，咱们以后再无关系。你被革了。我被革了？可我剑胚醒了。几时醒的？9日之前。太晚了。师傅找到剑家传人了？那是自然。你学剑太晚，总有些局限，而且兴趣驳杂，对剑不能全心专注。虽然天赋惊人，未来成就顶多是我的70%，可你的小师弟那就不同了，不可限量啊！师傅，别叫我师傅。那好，您什么时候收了这位小师弟的？5年前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他在里面读书啊。你以前剑胚未醒，当然感知不到他。我现在也感应不到啊。你才醒了几天？那小师弟醒了吗？去年醒的。那小师弟也出了剑意了？没有。只在剑气阶段，只是剑气。他才多大？剑意这玩意儿虚头巴脑的，对他而言，不入也罢。你以前对我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时不是还没见到你小师弟吗？唉，本来想向您借2位剑士的。如此，那便算了。哦，
你借我的剑是做什么？我还是再叫您一声师父吧。我已从军，将去西征匈奴，还将秘密出使西域诸国。此番前来，就是向您告别的。西域诸国。阿大留下陪我，其余9个你都带走吧。这还有，你那小师弟风莲也会随你去。知道这道场为什么叫绿水晶炉吗？古歌云：“翠绿水，见红云；五彩焰起见纷纭。”这绿水当指翠剑。再好的剑也需要淬炼和开刃。弟子明白了，谢师父。看了你的枉然时移了，哼，死气沉沉。我总算体会到师父说的我身上的死气是什么了。说说你的机缘，如何醒了剑胚的？9日前握到一把好剑，叫做飞弓，只觉得飞弓，墨家之剑。听这名字也知是墨家之剑了。这剑有什么来历吗？这是春秋时墨家巨子孟胜的佩剑，他命令3名弟子带着信物突围而出，传巨子位给田襄子。这传位的信物之中就有这把飞弓剑。那3名突围的弟子传位之后，即刻返回阳城。田襄子曾直谏以巨子身份命令他们留下，都没有用。这剑竟然是墨家巨子的信物，起码当年是。如今嘛，墨家怕是早就没有巨子了。唉，诸子败家呀，都凋敝了。这是你的机会，总不能一直这样隐姓埋名下去。齐欢自然清楚小公子的好意，只是如今我墨家衰微，小公子，你……我早就不是什么小公子了，以前的称呼不要再提了。可，你终究是我墨家巨子的。齐大哥，我记得你当初虽跟随家父，但你的授业师傅却是神将柯无病，是吧？是。如此说来，你其实是向李氏一脉的了，而家父却是邓林氏之末，不错吧？小公子此言何意？我墨家虽分3派，各记所闻，却只是各有侧重，绝非对立。更何况，如今百家凋敝，独尊儒术，
在经历过数次大难，墨家弟子实不存疑，还分那么清楚，有何意义？不错，独尊儒术。那齐大哥以为，如今被尊的儒家，还是孔圣人的儒家吗？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是前朝董仲舒提出的。而董仲舒的儒，相比圣人的儒，却是扩大太多了。我也看过《天人三策》，似乎是结合了许多阴阳家之说。不只是阴阳家，法家、道家，甚至是我墨家，在如今的儒家中都能寻到踪影。与其说是独尊儒术，倒不如说是集百家为一也。之前齐大哥说，墨家三派分得那么清楚，有何意义？所谓百家，分得那么清楚，又有什么意义？可墨家终究还是凋敝了。不会的，即便墨家没了巨子，这飞弓箭落入旁人之手，即便寻遍天下再无一人称自己是墨家弟子，只要还有人除暴安良、行侠义之事，即便不称墨家之名，又有何妨？萧公子这番话，倒似名家之言了呀。还是不同的，不过也罢，就当是名家之言好了。如此说来，名家也在。同样的，有人拨谷耕桑，以足衣食，则农家在；有人悬壶济世，以救苍生，则医家在；有人运筹帷幄，以御外敌，则兵家在；有人远法而至，以图富强，则法家在。百家凋敝，文明不灭，百家不亡。滚来阵阵，大地走向，奔入混沌，越临国家。千万应付正气飞，求不得眼前一色，勾引的是第几杯？眼下的同来客，愿人心情比亲，亲的安然无恙。抓得轻不自轻，有序的任性不放，将士手里别小心翼翼，所向披靡，听风沙雨马蹄声壮举，家不透气，人血汗心里，不堪一击的无需多言自动退避。